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发言人、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叶庆元律师、牛许婷委员、陈玉珍委员、张思刚议员。好，那么柯文哲这个案子呢，经过这个4个月被压了这个将100多天所以呢，今天上午，那地检署呢，等于是宣布开记者会了10点开记者会起诉他们那现在有11个人起诉，2个人缓起诉，5个人不起诉。那柯文哲呢，被求刑了28年6个月，很重28年6个这非常重那他是几个案子把它加起来了说柯文哲有4大罪，违背职务收贿，这个判了15年，这最重那另外呢，侵占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判5年，侵占木可公司的政治现金6年，众望基金会背信2年6个月所以加起来28年6个月那基本上大概就是他收了1710万了这7100万分2波，一个是1500万，但1500万并没有看到这个实际的钱在流动，这也蛮奇怪的，这钱不少然后呢，没有看到实际的钱，只是说，因为柯文哲在他的那个什么电脑什么写了一个1500 1500，然后那个朱雅虎的210万的是确实的，找了7个人头，每个人捐了30万，但那个是政治现金还是汇款？那检察官现在都把它当成汇款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据有点薄弱了将来法官会不会按照这个来判我怀疑那如果法官就是按照检察官这样讲就判了这个很奇怪。通常这种钱是一定要是人赃俱获才算了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他反正这个钱那个钱一共拿了9371万那在这个他侵占了政治现金6834万了。基金会的827万了，所以呢，一共有9371万，那收贿1710万，就除了1710万，还有其他的这个钱呢，这边一点钱，那边一点钱加起来那说他饭后态度不佳了，而且呢，这个伪言交事了，就是意思说他没有了那另外这个检方说，他为了筹培植政治实力，还有呢募集基金。所以呢，金华城呢，他图利收贿那另外呢，这个法院会不会继续羁押他？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接着押他，还是会放人？不知道那这也是大家这个在瞩目的了说今天有8个检察官，也是台北地检署的精锐进出。那立决30个王牌大律师，其实柯文哲只有3个了，因为他有11个被告，所以每个人找3个就有30几个了。我们看一下。金华城案侦查终结，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遭起诉，检方求刑28年6个月。柯姓被告于109年2月20日在台北市政府市长办公室单独会面时，各基于交付与收受贿赂之犯意及共同图利之犯意联络。北检公布起诉书，认为柯文哲利用职务之便，以各种方式收受威金集团主席提供的汇款，让容积率过关。其明知金华城公司申请最高20%容积奖励之都市计划草案，违背都更条例、都更容积奖励办法等法令，仍与听从其意之彭姓、黄姓、邵姓的被告，基于图利之犯意联络。金华城购物中心屋龄只有19年，非都更案件却以都更法申请容积奖励，北检认定柯文哲明知违法，仍执意让金华城案容积率通过。北检认定金华城案中，柯文哲图利贪污，违背职务收受汇款，总共1710万。另外，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则是涉及公益侵占罪，而挪用众望基金会的款项，则是违反背信罪。柯文哲4大罪遭到起诉。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要做这个动作。而柯文哲将进入法庭战，但被搜索至今，他始终否认犯罪。接下来得说服法官，违背职务收贿罪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对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契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有违背职务之行为，最重将处无期徒刑。也就是说，若法官认定柯文哲犯罪情节重大，可能会对柯文哲判处更重刑期。
好，那么基本上了，我们今天看了起诉书了哈，当然它168页了哈。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讲那个精华城的容积率啊，什么解释了哈。那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哦，比如说我在原来期待说，比如到新加坡啊，到底有没有去开户啊等等，都其实都没写这个，写的东西其实我们在节目都讨论过了，也就是周刊都已经爆料过了哦。那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了哈。来，这个晚会怎么看？我想我们现在录影的这个时候，刚好这个我们紧急应变小组也在召开记者会嘛，哈，就像这个赵大哥提到的，我们今天早上10点在这个北检要开记者会之前，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他可以提出，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起诉他嘛，哈，我甚至在地方都可以听到乡亲告诉我说，黑一点给他判无期徒刑呢，好，刚好各位柯文哲那么了出来，如果乡亲都可以这样子猜测到，我们10点看完之后，果真好，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这个近周刊所提出来的相关内容，不管是什么1500的这个比特币啊、700啊、170啊、冷钱包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已经都讨论很多，反而北检都没有写，唯一的证据看起来竟然是那个 Excel 档的1500。好，除了这个证据之外，看起来没有确切一刀毙命的一个证据啦，所以我们就要问他，现在是早上是北检开完之后，现在移到北院这边来嘛，哈，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啦，老实说，北院这个相关的一个审理，我们希望可以公开来做审理，让大家来看一下北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审理啦。简单讲，这个某实地，就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Excel 之外，在整个北检的这个起诉书里面，我觉得只看到这个某实地，也就是说，它的相关的证据完全都没有写出来。某实地交钱，并没有说在哪里。人事实地物没错，人事实地物数也是从之前出来的1500，完全都没有办法交代清楚，完全用兜的方式哦，因为谁讲过什么，谁讲过什么，把它兜起来当做一个证据。我想啦哈，在我们的这个小草群，我也看到大家讲，简单讲4个字：无法服众。你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出来之后，你查了4个月，把人压在那边4个月之后，如果今天北院用这样子的一个北检的一个相关的内容来继续来这个。如果不让柯文哲出来，那我们就不知道你继续把他压在那边有什么目的啦。如果你要继续用徐子瑜，就是这个橘子没有回国，已经没办法，因为你的这个起诉书明明白白就写，他是现金交付给柯文哲。他这个案子啊，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疑点了，譬如说他给应小薇的4000多万，那如果给应小薇的4000多万，怎么只给柯文哲这么一点钱呢？照理讲，市场要拿最多钱，对不对？但是没有看到啊。哦，另外就是说，柯文哲的确跟沈庆兴好像是有私下会面很多次，有私下交情。那柯文哲为什么独后沈庆兴？我们用常识判断觉得很奇怪，但是还是要有证据嘛。就是你只觉得好奇怪啊，这个案子的确是土地精华很多钱，但是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了。蓝轩。对啊，我是这样的觉得啦，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当然就刚刚赵先生有讲到，就是很奇怪嘛，啊，所以它不合常理。那包括说呢 ，Excel， 你说它是不是看起来有拿钱？看起来像是有拿钱哦，否则你不会写的那么详细嘛，就是说姓名。小沈或是什么林圈郎，不止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哦，就不少人。然后数字500的、1500的，然后公司是什么公司？用途是什么用途？最后的经理人也写个什么林圈郎，另外就写一个沈庆金之类的。那你这个记载就是他所谓的工作簿，就 Excel 里面的工作簿，是目前看起来唯一的证据。看起来确实是有点怪，但是真的就是说，他说很奇怪，然后呢，因此去对应说有一次这个就是说，看起来就他要交代的便当会议这个柯文哲交代了，那所以交代之后的话呢，这个沈庆金很开心，就发了一个简讯给这个柯文哲感谢他了，没多久之后就邀他去参加呢动土典礼。那就动土典礼完了之后呢，两个人就亲自会面，然后亲自会面之后呢，那什么时候会面呢？就某实地。所以这真的就是很奇怪，就是你连时间地点都搞不清楚，说可能是落在10月到11月之间，然后呢金流怎么走的你也不知道，那你就因此说就把 Excel 的这个1500当做说真的就是1500万，我觉得真的是确实是太牵强了，你压了4个多月的时间还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在这一次很多的求处重刑，除了这个图利跟受贿15年之外，它后面政治献金案，它也是看起来这个就是。
我觉得政治现象部分也是一个累积出来啊，这导致28年，等于是这边有13年的时间。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总共有6000多万，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柯文哲的钱确实有点乱花。就是说呢，这个政治现金也有从募款小物过来的啊，也有说直接政治现金过来的啊，也有什么邱佩玲给了多少钱，他直接放进口袋里面的，那还有什么从众望基金会那边募款来的，这真的很乱。那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水库的概念，但事实上中间我觉得确实涉及到一些可能的背信，但是中间最大的那一笔就是说木可的那个募款那个小物，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这些募款小物进到了木可，然后木可是李文忠跟李文娟，那跟柯文哲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要确定他那个钱有进到柯文哲口袋里面，所以柯文哲他有所谓的公益侵占，但是这个部分你会显示出来说，这个木可好像是他的小金库、大金库，那然后在这个金库跟柯文哲直接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看到，目前没有看到，所以这2块是目前他定罪的最主要的2块，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证据力是确实都不够。那这里还有讲到一个说，他为什么要求处重刑呢？因为他饭后态度不佳。那饭后态度不佳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不认罪。那我觉得，郑文灿也没认罪，陈水扁到现在为止也都还没有认罪，所以这个就算是吗？他还有一个，他说呢，他撕碎了便条纸，我不晓得他怎么知道他撕碎了便条纸，而且撕碎了便条纸之后，他还知道便条纸写什么。他说呢，撕碎了便条纸，那纸上写着要共犯出境，然后呢还要求赶快去查内账，检查内账。所以这一部分到底是怎么个知道的？就是说减掉的一些他推出来的结论，倒推回去你怎么倒推出来的？我觉得这边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大家觉得看完之后一目了然，而且比起过去你放给媒体的看起来更多，反而是更少，那所以你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因此去求处重刑28年6个月，那拿了9371万。大家不要忘记，当初陈水扁总共多少钱？他到目前为止10几个案子，只定命了4个案子，4个案子里面呢，他总共拿了6亿多。然后呢，一开始无期徒刑，后来变成20年。那他现在已经人在外面了。那所以你就觉得说，那柯文哲阿伯他这个样子，目前是说起诉20年了啊，那未来真的经得起公开审理吗？会不会审理完之后，认为这个证据力，连当初陈水扁证据力那么充足的，金额都查得一清二楚，人事实地物都很清楚，你还会把从无期徒刑降到20年，到现在这个样子？那你说这个柯文哲这部分是不是真的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还要看。谢谢，再回来。好吧，金华城这案子148个卷宗堆满这个桌子哈。那承审法官现在叫做许芳瑜中签啊。那许芳瑜呢，这个是这个主审法官，审判长叫做张俊彦，陪席法官是杨世贤。就讲理论上是有3个法官啦，但是一般一审就1个法官在那边主审了哈。那这个许芳瑜呢是司法的这个52期结业了哈，曾经审理过花莲富田乡长贿选案，知名的 IMB 金融吸金诈骗案，杨世贤这个是杨世贤是陪席法官55期结业因为他是39嘛另外那个审判长江俊彦是39期那另外呢这个说呢曾经审理过当时震惊社会的国安私烟案这杨世贤所以这些法官也有一定的经验我们看一下。柯文哲遭囚刑28年6个月，其中包含政治现金案，而相关涉案人包含会计师端木正，一并遭北检以伪造文书罪嫌起诉。柯文哲现在把责任都推给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当时遭到约谈，对于案情不肯多透露。而除了端木正以及主要被告柯文哲、应小薇、沈庆金、李文娟，还包括彭正生前督发局长黄景茂、前督发局总工程师邵秀佩、应小薇助理吴顺明以及金华城监察人张志成等人。金华城相关案件，柯文哲4项罪名遭起诉，以及应小薇、沈庆金收贿行贿图利洗钱，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图利柯文哲大账房李文忠，除了涉嫌协助收贿以及涉嫌以木可公司名义侵占数千万元政治现金，对众望基金会背信罪、吴顺明收贿罪。至于认罪的前鼎悦开发董事长朱雅虎，则是缓起诉，应小薇男友王尊侃不起诉处分。
而柯文哲妻子陈佩琪过去被爆出多次利用 ATM 将不明款项存进账户，被认为和金华城案汇款有关，被以证人身份传唤多次，没有被起诉。委员，你觉得金华城案到底有没有涉及不法？黄珊珊同样是被以证人身份约谈，配合厘清金华城政治现金等案件，同样没有转列被告，未遭起诉，同样在金华城案中安全脱身。好，主要这个行贿呢是朱家虎哈，这个说沈庆金用了7个人，每个人捐30万，所以7321由朱家虎去捐。动土典礼呢后呢说沈庆金亲自交给他1500万，好，这加起来是1710万哈。那现在有18个被告，11个起诉，2个缓起诉，5个不起诉哈。那我们看都很重哦。柯文哲是28年6个月，沈庆金17年啊，然后呢李文忠17年4个月，应晓薇16年6个月，彭振声3年哦。那这个吴顺民只说起诉啊，就其他的看起来这个黄锦茂也蛮重的，求刑7年，他什么？北市府的前督发局长啊，那是等于主管局了哈。那邵秀佩呢，其实听说很多点子他出的，可是呢，因为他这个有图利罪啊，被求刑1年3个月哈。但是呢，因为他可能做的证人啊、指控啊等等，所以呢，说他这个检察官希望能够将来法官给他缓刑2年了哈。来，这个叶律师怎么看？其实北检这次起诉书大概分成几个点啦。在金华城的案子，如同赵大哥刚刚所说的，他认为说，柯文哲总共拿到了1110万，好，1710万，好，其中210万其实等于算是前金啦。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明明柯文哲跟他的市府官员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已经行政诉讼败诉的。不应该要核给他这个所谓的12万平方公尺的这个容积保障，好，但是还把这个案子排进都委会，这件事情就拿了210万。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小的钱？不是，是因为这个案子排进去这件事，然后朱亚虎承认说，这个部分我们找了7个人，每个人30万当人头，汇了210万，这是前面。后面过了以后，确定拿到容积保障以后，再给了1500万。好，那检察官这边是说，为什么会有1500万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说，沈庆金指示秘书提了1600万，然后接下来就是破土典礼，然后柯文哲在他的 Excel 表里面有写说，收到小沈。好，1500。好，当然很多人在说 Excel 可以当证据吗 ？Excel 表本身不见得可以当证据，但是如果就像我们的日记本一样，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记录，如果我们长期记载，然后有上下文可以对照的时候 ，Excel 表当然可以当证据。那检察官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对照这个 Excel 表里面其他的金额，好，发现所谓的1500应该就是1500万，因为别的写300就是300万，200就是200万。好，那也。这个就放到下一个部分了哈，所以这样的话就确定说沈庆金好透过朱亚虎也好，或自己也好，总共给了1110万，好，这是在金华城的部分。然后检察官也说呢，他这个时候光是这部分的利益就是121亿，好，那就是金华及未经集团获得的利益。那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被侵占的部分，这个很多是6835万。好，其中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Excel 表里面，至少有3笔是基隆市邱副市长转交给柯文哲的3笔，总共600万的钱。人家都问了那些人，都说我是要给这个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柯文哲全部把它占为己有，这是600万。另外呢，他用肖像权授权金的方式呢，从政治现金专户里面领了1724万出来。好，不是小钱，是1724万。那当然，柯文哲说：“哎，我的肖像很值钱呐。”好，可是他不是先定一个契约说我的肖像值多少钱，而是双方呢，而是木可公司是他找了李文忠去成立的，好，然后让他的妹妹李文娟来当董事长，然后说，哎，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钱，就拿这个钱当做授权金，整笔汇过去，所以这个要说是授权金，恐怕有点讲不过去了哈。然后其中有200多万是100多万，大概是工作人员的薪水，好，另外将募款小物的所得转入木可公司，那这些募款小物，其实在
对话里面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说啊，这个是我们募款的金额，然后这个部分呢又转了4511万过去。好，所以坦白说啦，如果我是民众党的党职人员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大的苦主才对啊，因为你们被你们的主席 A 了6835万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党主席，然后把这个钱要回来才对哈。当然我知道，对民众党来讲，没有柯文哲就没有民众党，但是你们的政治现金被你们的党主席放到自己的口袋去，这合理吗？好，世刚，这都是你们台北市的案子，对，都是台北市案子啊。那我觉得检察官在所谓的饭后态度不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认知的问题。你作为一个被告，那你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你在极力为自己辩护嘛，不可能说你检察官说你亲了这么多，我就说对我认了，我就亲了这么多。那朱亚虎的不一样，朱亚虎说因为他确实是担任那个白手套一个沟通管道的角色，他就早认了，因为他只是沟通管道，他并不是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或者是把钱呢拿去做一个汇款者啊，所以他的角色基本上就是中间人，他自己认了，那当然就缓刑。所以我觉得在于这个饭后态度不佳这部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而且能够可以高度入人于罪的一个借口。没有一个人是饭后的是说我的态度就完全配合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觉得说有点像按照自己检察官的意志在办案的感觉。再来第二个，政治现金的这一块，有的时候有些模糊地带，有的人呢捐给你钱，并不想让外面知道。比如说，假设这个邱的那笔200万，他也许就告诉你说这笔钱你就自己拿去用，然后呢，也这个捐款者呢也不需要相关的收据。这个在很多的每一次捐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如果双方认为是我这个是不用捐款收据的，然后这是我某人呢愿意呢让民众党来发展党务所用，那这部分你就坦白讲，你要去抓就许这个赠与的税或者你要这方面的税会变成税的问题，然后或是不是真的是侵占的问题，恐怕这要双方那个法院法官要请双方的来去做对质。就我说你的时候，我们要捐款或相关的这些证明，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再来，我觉得比较讨论多的是木可公司的角色，因为也有传出说前后的捐账户不一致，然后前面的也许是这个总部的捐款账户，后面的可能变成某些的公司的账户，所以账户不一致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在很多的这个争执点上比较麻烦这一点。而且看得出来，就柯文哲跟他周边的这些幕僚，对于钱的这部分，可能也没有分得很清楚，就是到底是募款小物的钱进来，然后呢，这个我要捐款的钱进来，还是这个总统大选的这部分我要捐到竞选总部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后面有点乱。我觉得乱的部分可能就让检察官这一次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再来，我觉得很好奇，就是应小薇的角色跟柯文哲收贿的角色之间到底是什么？那应小薇的角色有没有把他的钱去给了柯文哲相关的人，还是这个角色就是应小薇跟沈晶晶个人2个单独的部分，跟柯文哲无关？也就是说呢，也许沈晶晶给了一笔钱给应小薇，请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来去做一些疏通，来做一些疏通。但是呢，应小薇这个呢是他自己单线操作，钱呢这4000多万并没有给柯文哲或相关的这个市政府的人，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要厘清。所以我认为啦，就检察官或法官，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你已经压了4个多月，你已经查了很多，然后也没有比大家更劲爆的东西出来，那这些人呢是否出来串供，你能够串供的空间已经非常少了，我认为我有尊重这些人我觉得基本上应该让他们出来。你像那个郑文灿在起诉后没多久，法官就直接裁定就解押了。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法官应该就不要再压他们，因为压他们不能够榨出更多的汁啊。对，就像我讲的柯文哲为什么一下子让那么多容积率给微金小沈，是中间让人怀疑啦。你否则没事。你柯文哲又不是那么这个轻易的就把好处给人家的人，那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好处？这个东西的确是引人怀疑的。那至于说后面的什么政治现金什么，其实社会上并没有那么关切，大家关切还是你作为市长，你把这么多容积率让给别人，你拿了钱没有？那第二个关键就是应小薇拿了4000万，一个议员哪有市长重要呢？差太远了。
对不对？照理讲，如果应小姐拿4000万，柯文哲应该拿4亿才对啊。那最终那个半天只有1000多万，这也很奇怪。所以他这个中间看起来是疑窦重重，续下再回来。